朋友们，大家好啊！今天是6月12号，星期四。那么这两天呢，没有睡好啊，这两天都在看这个馆长陈之汉，台湾的这个馆长网红，在上海直播啊。本来呢都想每天看一点点时间，但是呢看着看着啊，就看了挺久的。加上欧洲这边呢和亚洲这边有时差的关系，所以每天晚上呢也没有怎么睡好啊，就每天这个人的精神啊都有点萎靡。但是呢，我今天还是想聊一聊啊，就想总结一下这个馆长的上海之行。上海之行他的这个视频当中啊，就大家觉得比较有争议的一些点。那么我从我的角度出发，对吧？就讲一讲这些点。那么我也不是要针对馆长或者针对任何人，对吧？我们就实事求是，是怎么样就怎么样，是吧？首先呢，就是馆长他说在中国这个翻墙啊，大家用 VPN 上网这个事情，他觉得呢，就是中国是不管的，大家翻墙这个事情。事实上呢，在中国的法律里面啊，就是你翻墙上网是违法的啊。就如果你个人没有经过批准，没有经过什么申请，你就自己去买一个 VPN 上网，那么这个肯定是一个违法的啊。但是呢，事实上呢，就是可能有很多人啊都去买了这个 VPN 去上网，那么而且这个事情就是如果没有人去举报，对吧？那你警察或者是专门管这方面的人，他也不可能每个人这么多手机用户怎么办？他说每个人去查一查，这个不可能嘛，对吧？所以就是很多人他如果只是上网看一看啊，那么现实生活当中也不太可能就是说去都把这条法律给执行了啊。但是呢，就是法律规定啊是法律规定，对吧？其实啊，从这个过去啊，就我记得90年，我记得是2000年代的时候，就2000年或者2005年之前嘛，啊，那个时候我记得是上网啊都是可以上，就是所有的网是不需要翻墙的啊。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也在那个互联网公司里面工作啊，我当时我就看到有的同事他们就上各种各样的网站啊，所以那个时候是不需要去翻墙的。那么事实上后来有墙了以后呢，我们其实也不知道墙，就是如果你不出国啊，就你不出国的话，你只是在中国范围里面，你上各种各样的网，就只要你没有出过国，你并不知道那些国外的网站啊，是吧？你只是上国内的一些网站啊，你也会觉得挺正常的，对吧？那么也是到了，就是你可能出了国啊，或者说各式各样的啊，有些人他会把国外的一些东西贴到啊，就中国国内的网站。那么大家看到了以后，觉得哎，这个东西怎么没有看到过？哎，这个东西是在什么网上有啊？我们才知道哦，原来这个网我们是上不了的啊，这就需要去翻墙的啊。我觉得这个呢是一个就翻墙的一个由来啊。但是呢，事实上翻墙确实是违反规定啊，或者说是违反什么行政治安条例之类的东西啊，就是你会被罚款啊，或者会被这个需要写什么检讨啊，或者说你可能要被拘留啊，应该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这点我认为馆长他说的是不对的啊。然后呢，就是馆长他走在这个马路上，对吧？走在什么徐家汇啊，还有就是天主教堂那里啊。那个徐家汇天主教堂那里呢，就东方商厦啊那里，港汇广场啊那块地方其实是上海非常繁华的一个地方。这繁华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就那个时候半夜啊2、3点钟，那块地方都是就是充满了人啊。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像什么那边的美罗城啊，还有就是那边反正就是整个淮海路、衡山路啊，当时有很多的酒吧啊，或者说什么歌厅啊这种啊，那么年轻人都要去那边玩，玩完以后呢，那么有很多人就会跑到徐家汇那边去吃夜宵啊什么，反正那边就
只要到夜里面啊，就都是非常热闹的啊。那么在那边呢，就是馆长他遇到了一个人，对吧？那个人问他啊，你是哪个国家的人？什么陈先生啊？反正有人就提问了，这个我看到啊，也有很多人说。然后呢，馆长他就不回答了啊，他就说什么，他说哪里都会有人要逼我表态什么的啊。我个人觉得呢，可能就是，我觉得就对他来讲啊，他是一个有一种我觉得条件反射的这种感觉是吧？因为他在他生活的那种氛围里面啊，就会有人问他这个问题或怎么样，他觉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对吧？那么事实上就是，我们在欧洲啊，那我们在欧洲呢，很多人经常会把我们当做日本人啊，这个是真的。我经常跑到外面去餐厅吃饭啊，或者说海边就躺在那晒太阳，就会有一些人就会问我啊，你是哪里来的啊？你是日本人吗？或者直接会有很多人，他会直接会就跟你打招呼啊，他跟你说什么空尼基哇啊，或者说什么撒尤那拉之类的，对吧？那每次啊，其实别人问到我了，我都会说啊，我说我不是，我说 I'm Chinese 啊，I'm from China，我是中国人啊。那我也老实说啊，就其实有很多次啊，当别人一听到你是中国人，他们的怎么说呢？我就能感觉到啊，这个表情啊或者什么就没有之前那么热情了啊，而且呢，他们也好像就不太想跟你再继续交流下去了啊。这是我真实的感受啊。当然也有比较热情的人啊，这个是有一定比例的啊。但是呢，我从来不会啊，就是因为我是中国人啊，我就不回答，或者说我找什么任何各样的借口，对吗？因为我出生在中国，我是中国人，这个本身我没有任何的错误，对吧？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是因为我说我是中国人，别人对我就有一种，比如说歧视也好，或者说呃偏见也好，那这是这个人自己本身他很 low，是他的问题，对吗？所以就是，我觉得馆长啊，他说他是中华民国，或者说他是台湾人，我觉得他都其实没有那么，我觉得没有那么多的人会去在意的吧，对吗？而且在法律里面也没有规定说啊，他是不能去说他是中华民国人啊，对吗？他后来上车，他也说了什么他是中华民国人什么的，也没有人去把他抓走啊，对吗？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啊，有可能是他自己的心理压力很大，有可能就是他之前的啊这种氛围啊，我觉得让他就是当时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怎么说？反正我当时看到我就会觉得啊，馆长平时喊打喊杀的口气也挺大的，是吧？啊，这么大的一个个子啊，就当时就被这么问的啊，就是有点娘的感觉啊，我就会觉得有点怎么说啊，会有点叹气啊，看到他这样，就他叹气，我也叹了一口气啊。当然我并不是要贬低他，我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啊，我是可以理解的啊。但是只是这算是一个比较就是神奇的一点吧，对吧？那么还有就是啊，就是很多人会认为，有很多人啊就在马路上，比如说遇到馆长了，要叫他什么拍照啊、合影啊，或者说很热情啊，或者说很多人我们都知道你啊，这些人究竟是不是托啊，是不是馆长自己去找的演员，还是就真的是中国大陆人是这么热情的，上海人是这么热情的，对吗？或者说有很多人什么从重庆拿个鸭子来啊，或者说从什么新疆飞过来啊，还有很多人给他香烟这些人。那么有一点啊，我想说的是，我认为大部分的人其实都是自发的啊。你们先不要觉得奇怪，我来就是分析给大家听啊。首先呢，就是因为馆长他到上海来，到中国大陆来这件事情本身是一个非常
互联网的比较热点的事情，对吧？只要我觉得是中国人啊，或者说是亚洲的啊，什么台湾、香港、澳门，反正新加坡，对吧？反正我觉得啊，就是讲中文的人基本都会去注意到这件事情。就像我在欧洲也没有人告诉我啊，对不对？我也是自己就看到了，对吧？那么这个呢是一个事件本身就挺热的，然后呢其实在这个比如说什么小红书啊、TikTok 啊，因为现在其实社交软件很火的啊，无非就是这一些。那么馆长他一开始啊，他从来之前就已经有这么多什么预热的呀这样的说法那样的说法，对吧？那这些东西其实都被贴到了网上，那么很多人呢就会看到啊，很多人看到呢，那么其实在上海啊，我们有一句话叫人来疯啊，就是说意思就是，比如说你看到一个店在那边啊，好像没人的话，那么大家都不会去买。一旦有人在那边排队买，那么后面就会很长一个队伍，就队伍人越多，就会有越多的人排在后面，有一种跟风效应啊。那么我觉得呢，就是当这些社交媒体上大家看到了以后啊，那么就会有很多人产生了这种跟风效应。当然，有的人呢是因为我上个视频也说过，因为这个甲亢哥啊，那个他就是很多人在这个甲亢哥的这件事情里面获得了商业的价值啊，所以就是这一次馆长来，那么很多人想试一试，比如说我认为那个重庆的那个拿个鸭子的那个人啊，我觉得这个就是的啊，因为在甲亢哥来中国大陆直播的时候，这个人也出现过，对吧？还有就是其他的一些品牌啊什么之类的啊，我觉得这个是这样子的。那么其他的一些人呢，我觉得是，我觉得有些好玩，对吗？啊，就像那个馆长他其实不太能够吃辣啊，然后也不太能够喝酒，对吧？但是很多那么热情的网友啊，就拼命给他点了很多怎么辣的，还有什么送他酒啊什么，对吧？就很多人啊，因为说句实在的，就买个外卖能有多少钱，对吧？所以就是大家，我觉得有的人就是觉得好玩啊，就觉得我自己也参与到了这样的一个热点事件当中，对吗？那么至于就是说他本身，在什么外滩啊，或者说在很多地方遇到的一些台湾人啊，或者说啊其他的有一些人上来要跟他合个影什么的啊，那么人家就是跟风效应，看个热闹啊，也不见得。我觉得说大家说啊，我是你粉丝，我一直看你直播什么，我觉得不一定的，对吧？就像我可能只看过他几次啊，但是如果我要去跟他合个影，我肯定也会说，哎，馆长，我是你粉丝，不然我不可能说，哎，我馆长我都不认识你。这里面当中有一个人年纪挺轻的啊，跑过去说啊，他说几天之前我还都不认识你，对吧？那你说馆长听了能高兴吗？是吧？这就是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人他肯定是想去合个影啊，好玩呐、那他肯定也会去说说这个这样子的。那么他们呢，也把这些合影啊，还有这些照片啊、这些视频啊，他们自己又发到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去了啊。他觉得他自己也参与了这件事情，所以呢，他就形成了一个滚雪球的效应。那么更多人后面有的人就知道啊，这个馆长今天的行程在这，行程在那，那有的人正好在那附近，他们就会去合影，对吧？这个是关于就是这些人是不是托啊？那么当然了，就是我觉得有一些人啊，就是他如果一上来就大谈什么政治啊或者什么东西的啊，我觉得也不能说他完全就是托吧，他毕竟是一个真实的人存在，对吧？但他有可能确实是要不就是他真的是一个非常热衷于讲这个东西的人，要不就是他是有任务的，对吧？因为一般像我们也40多岁了，对吧？也是喜欢看看这个看看那个的人，但是我们对这些东西都不是特别的了解啊。因为说句实在的，就能讲出这么多的，我觉得，要不就是学这个行业的，对吧？你说你是学什么政治的，或者你是在这个领域里面工作啊，有什么经验啊？或者你家里面是，对吧？就日常当中你会很接触的。你像我们正常的人，我们不太会去了解的这么清楚，对吧？因为我去背这个东西干什么？我都觉得搞点吃吃喝喝的不好吗？
背这个东西多累啊，是吧？没有什么意义，好吧？那么再说到啊，就是还有一件还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到了晚上啊，就是那个今天晚上啊，就馆长那个在吃川菜啊，是那个汪小菲啊，汪小菲请他吃的啊，这个事情也比较有意思，因为当时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这馆长已经吃了2天还是2天的辣，就中午吃了一顿不辣的啊，然后2天都一直在吃辣，并且他在昨天的一个直播里面，他已经在骂人了。他说吃的辣的什么屁股要爆炸什么什么之类的啊。但是今天晚上吃川菜啊，汪小菲请他吃饭，他吃的很高兴哎，然后他一直不停的给汪小菲在倒酒啊什么的啊，就反正氛围特别的好。我开始以为这个汪小菲，因为汪小菲他之前是在台湾的嘛，对吧？他也跟那个台湾的明星大 S 是那个夫妻嘛，所以我以为他们是好朋友哎，对吧？后来啊，我就搜了一下，一看，哎，之前这个馆长居然还骂过人家啊，然后真实的啊见面了，又是这么的客气啊，并且呢，在全程的饭局当中，他居然一句脏话也没有说啊，而且他一直就说啊，这个辣的也很好吃，什么这个辣的很好吃啊，这个我觉得有点神奇啊，这个就是说，我觉得他这个就是他好像变化有点太快了啊，就他之前是基本上看他直播都知道啊，就3字经、4字经、5字经这种骂人的是他的特色，对吧？啊，就他如果不骂2句，我们就不想看了，就觉得跟看别人没什么区别，对吧？啊，我没有什么恶意啊，我只是就是说啊，我就觉得，哎，馆长一下子到了中国，到了上海，啊，到了大陆，他就一下子这个叫什么？脏话也不说了啊，人变得儒雅起来了啊，都有点不像他啊，我就觉得这个事情很神奇啊，真的是很神奇的啊，嗯。还有一点就是，关于馆长视频当中啊，就是总是会出现一些人啊，一些市民，他们会上去说啊，馆长希望这个祖国早日统一，台湾早日回归，对吗？那么这些人啊，他们是演员吗？他们是被派去统战的吗？还是这些人本身他就心里面会说这些话啊？那么我想说的是呢。这些人啊，我认为啊，就我自己作为几十年的上海人来讲，我觉得他们都是发自内心的、自发的去说这些话的啊。为什么呢？啊，因为就是首先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对吗？就是中国因为它的历史非常源远的流长，那么我们接受的所有的教育啊，就清朝啊什么。郑成功啊，什么韦小宝去打郑成功，对吧？就是施琅收复台湾，对吧？就是从这个历史上啊，我们学到的课本里面，就各种各样的这种东西，就是会觉得台湾啊就是中国的，对吗？所以说啊，台湾应该回归，就是大家心里面已经会把这个事情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情。啊，是个好事情。第二点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在国内啊，就中国的国内，就所有的啊这个对台湾的报道，那么对比如说要搞台独啊，像之前什么不管是蔡英文啊，还是现在的这个叫什么赖清德，对吧？都是会去批评他的，对吧？这个其实大家看看什么国台办啊，什么那些新闻，大家都知道，对吧？都是要搞台独。那么大家都会觉得啊，其实就是台湾人在这个台独势力的这种迫害下，是吧？大家都过得非常的苦，非常的水深火热啊。所以呢，就是希望能够台湾早日的回归，让台湾人啊不要再受苦了，也能过上像中国大陆一样的好日子，然后祖国又统一，大家就和和气气的，很高兴的事情，对吗？啊，
这个也是，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啊，他比如说他跟团长，不是团长，他跟馆长，他一见面，那么他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对吧？所以很多人就会说啊，什么两岸一家亲啊，欢迎欢迎那个早日回归啊，祖国统一啊，啊，就是这种话，对吧？当然了，呃，其实说这些话的人，他们是把统一就是当做一个普天同庆，像过年一样啊，像过春节一样，非常欢乐的一个大家团圆的这种美好的事情啊。他们说的不是说要什么武统啊那种东西，对吗？因为不会有人突然啊搂着一个台湾朋友说，哎，我要这个祝早日武统，对吧？不会有人这样说的，我相信啊。这个我觉得人家听了不高兴，对不对？变成要打仗打架了，是吧？我觉得就是大街上抓100个人，那90个人都会这么说的啊，都会这么说的。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平时看到关于台湾的内容比较多的就是这些东西，对吗？那么他就会顺口说出来，就像我们比如说看到你如果在过年，我们肯定说恭喜发财、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对吗？因为平时每天听看的也很多，就会这样子，好吗？那么这个是今天我想说的啊，不管怎么样啊，这都只是代表我个人的观点啊，谢谢大家。